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白鹤滩隐匿在深邃险峻的金沙江干流下游峡谷之中，地处川滇两省交界。当千百年来共同富裕的光芒照进深山峡谷，金沙江畔居民的生活在水电开发中迎来巨变。在这里，有山峦般厚重的脊梁，也有朝阳般升起的希望。时间沉淀的是携手共进的成功跨越，江河流淌的是情深意重的世间温暖。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人民二字，重若千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的水电开发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正是水电移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金沙江峡谷中的白鹤滩，是邱云顺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高耸的群山，阻挡了山谷与外界的联系。湍急的金沙江，让隔江相望的两岸咫尺难及。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天堑变通途，都是邱云顺和家乡村民们心中最殷切的渴望。为了这一天的到来，邱云顺除了每天下地干活外，还要来到金沙江畔看风水。这样的坚持始于1993年。那一年春天，邱云顺的家乡来了几位陌生的访客。从古到今，外来人也很少，因为那个路比较狭窄，是用宽的。突然有一天呢，就是他们来了4、5个人，背着背东西，我就感觉到很奇怪，那么我就去看。他说他们是修电站的，他们要知气象，我听着就很高兴。自20世纪50年代初，针对金沙江干流水电开发的研究便在持续进行。至90年代初，金沙江梯级开发方案审查通过，由国务院批准实施。其中，白鹤滩正是下游4个梯级中第2级的坝址所在地。前面不远了。那个一个是上游电站，有时候为此，水电站建设开展预可行性研究，需要对当地的气象、水文等信息进行长期监测。工程师们向坝址附近的村民寻求帮助。这一片就是塌方的地方。他们就是在我们村庄呢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给他们气象看好掉。完我就说我来看，为这个电站服务，为电站建设，也就是多多少少的出一点。邱云顺并不是什么风水先生，看风是测风速气温，看水是记录水位。早上8点、晚上8点、中午12点，邱云顺每天都准时进行3次监测，并将监测数据规范地填写在专用的记录簿中。这是工程师委托他完成的工作。
我的文化比较浅淡，我女儿的文化要高一点，有很多东西呢都是女儿教我的。现象。既然承担了这份工作呢，再困难再艰苦，我们也要把这份工作呢整好看好点，就是这个道理。一年365天，风雨无阻。为了水电工程能在自己家乡建起来，邱云顺并不觉得辛苦。此时，偏远闭塞的山谷尚未有任何可以通车的路。要把监测信息及时反馈给远在浙江的水电勘测设计工程师们，邱云顺只能走高悬在山崖上的白鹤驿道，前往集镇上的邮局寄信。这条全长近2公里长的白鹤驿道，平均宽度不到1米。最窄的地方只能1人侧身而过，脚边是近乎垂直的悬崖，上方不时有落石坠落。走在驿道上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然而，这样危险的路，却也是通往梦想的路。国家这么大个工程，要建在我们家门口，肯定是件大好事。要是电杆建好了，路也就通了。只要路通了，我们还怕过不上好日子吗？邱云顺期盼着水电站早日开工建设，梦想着家乡能因此改变。他坚持每个月都往返1次邮局，1次都不曾延误。哎，你好，请问是昆明市人民政府吗？哎，你好。2010年10月，经国家发所谓先移民后建设，就是要把移民工作放在优先的位置，确保移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也不能因为移民工作而耽误影响我们的工程建设。所以我们的工作不能等。那我们电站呢，1月1号已经下了封控令，不管是房子还是人口，所有东西都一五一十的进行调查登记。每家每户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大家都有好房子住。为保障移民的切身利益，浩繁而艰巨的移民实务指标调查工作首先展开。哎，大爷你好，和平村2组怎么走啊？就跟着这个路，这个公路去。是往拐弯是不是？
好，感谢感谢。好，好，谢谢大家。你们到头了吧？哎，到头。好，那还8.1米。人口、房屋、从这边走。耕地、设施，每家每户的信息都要客观细致的统计记录下来，一项都不能少，一项都不能错。家里人还不少哈，9个，有9个人哈。哦。今天下雨。这将为后续移民工作提供充足资料与可靠依据。随着入户调查持续进行，刘祖雄越来越体会到深山峡谷中移民生活的艰辛。只有到人民家里面，和了解我们库区受影响的移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现状与水平。不仅是出行不便，连小孩子上学也不方便，房子很简陋，中间还有很多裂缝，使他们尽早的能够搬离大山，迁入新居，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我们移民工作人员的职责与使命。王大爷好，把这屋顶修理一下。马上就弄好啊！帮助移民搬迁，改变当地长期滞后的生产生活水平，成为刘祖雄他们的内心意愿与工作动力。历经1年多的时间，实务指标调查全面详实地查明了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征地范围内的情况。这片总面积234平方公里的区域，涉及四川、云南2省、4个市、9个县，需搬迁安置的移民总数超过10万。10万移民要从淹没区走出来，更要从贫困落后中走出来。如何描绘这张宏伟的蓝图，不仅关系着工程建设能否按时开工，更关系着10万群众的切身利益。搬迁呢是一个系统工程，繁杂而且具体，一定要把天下第一难事做成天下第一好事。2016年11月，白鹤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工作全面完成，移民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长年累月超高强度的工作，也让刘祖雄积劳成疾，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医救治。然而，牵挂着10万移民的安置，刘祖雄并没有就此停止工作。已经进一步完成了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可研规划工作。术后尚未完全康复，他便又重新回到了移民工作岗位上。2017年7月31日，白鹤滩水电站获得国家核准建设，移民工作也全面进入实施阶段。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始终强调充分尊重移民的意愿，充分考虑移民群众的利益，保障移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尽管如此，对于每个移民家庭来说，
移民安置协议的签订，依然是将改变整个家庭未来的重大抉择。耿家燕，金沙江左岸四川省会东县的一名乡镇干部。自当地启动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以来，他所负责的移民家庭陆续完成了协议的签订。但搬迁将带来的种种未知，告别故土的深深不舍，也难免让部分移民心生顾虑。冯大哥就是其中之一。是，他家是重庆村的，在市场上做生意。冯哥，冯哥，哪谁？我们是镇上移民办，今天来找你，是说跟你谈一下你们那个移民搬迁安置协议签订的事情。就是上次听说的，你那边不是有一批鱼寄到要处理呢？把移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在真诚面前。我讲解移民政策也是很不容易，他们很有韧性，好像是不到目的不罢休那种，所以说心还是有所感触，很佩服他们。看到不？这儿就是妈妈上班的板房。你不是一直问我，说我们吃好吃的在哪里吃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证，你看得到？这边，后面。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我每年回家的次数少之又少，对家里面的人的话有太多的亏欠。我吃鼻血了。你先跑到卫生间去，你自己整的。鼻血了。整的凉水拍到脖子上，给回。10个整的好像都卡到里头了。不要哭，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回来看看，好不好？安居继而乐业。移民工作并不以移民完成搬迁为宗旨，帮扶移民改善搬迁后的生活与生产，始终不曾淡出金沙江下游水电工程的视线。距离白鹤滩水电站坝址约350多公里的向家坝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4级梯级电站中的最末一个，已于2014年7月全面投产发电。2017年，为助力向家坝库区脱贫致富、发展产业，三峡集团与宜宾市政府共同设立的三峡种子基金正式挂牌。这项帮扶基金会直接落实到宜宾市的90多个移民村社，由各村的移民户集体所有，共同参与基金的民主管理和滚动使用。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安边镇大滩村，紧邻向家坝水电站大坝，被称为坝首第一村。搬迁后，翁云红等几个村干部带头，为村里引进了枫糖李种植产业，不少村民都参与进来。然而到了第3年该收获的时节，李子树上的果子却寥寥无几。没有收成，意味着投在里面的资金就回不来了。看到人家本地有的果树能够长60、70斤，管理的比较好一点的呢，能够长70、80斤，这就说明不是我们品种的问题，而是我们管理和技术上跟不上。要提升技术，只能靠更大的投入来反复实验。但如果持续入不敷出，一些种植户甚至连基本生活都将难以维持。同样为资金忧心如焚的，还有回乡创业的村民郭维海。过去几年，郭维海一直在外地打拼，逢年过节回来，看到家乡搬迁后的变化，他越来越意识到，留在城市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出路。以前嘛，我们村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挣钱去了，家里面就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说实话，我们这里就没有什么发展。现在条件好了，我也想干一点，就是别个村没有的产业，干出特色，干出点名堂来。郭维海决定回村养鸵鸟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人工借民生之忧，
谋民生之利，持续关注移民后续发展的三峡集团移民办，很快了解到大滩村村民们面临的资金困难。一场及时雨下在了大滩村，村里符合申请条件且最困难的贫困户，首先得到了三峡种子基金的帮助。叫什么名字？本村哪个组？身份证。随后，汪元红和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感觉到有人在支持我，有人鼓励我，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动力。干成功了之后，一定要带领大家一起发展这个事业，让大家都富起来，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贫困是实现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必须要踏碎的山石。精准助力地方脱贫攻坚，恰恰印证着水电开发事业造福于民的初心。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扶贫须先扶志。随着金沙江下游水电站的建设，一系列教育帮扶项目也在多地开展。工程师叔叔说，即便是水电站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是由一个一个小目标，一步步实现才建成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要为了梦想而不懈努力。那么，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欢迎苏罗中学的同学们。2019年6月，向家坝水电站迎来了60余名平山县首初级中学的师生。这是三峡集团长期举办的三峡娃娃行活动。黄明雪满怀新奇，和同学们一同开启了超级工程的探索之旅。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大国重器的雄伟壮观，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关怀与鼓励，这让黄明雪对未来有了许多美好的憧憬。当天，黄明雪给5年后的自己写下一封信。虽然我还不知道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但我要像工程师叔叔说的那样，定下一个个目标。也许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了，我一定会努力把它实现。平山县因山如屏障而得名，
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4月，三峡集团为当地迁建落成书楼初级中学，就读该校的学生大多是库区移民子女，黄明雪也不例外。清晨6点半的金沙江畔，黄明雪所在的校女子足球队总会准时出现。全程7公里，用时45分钟，这是每天训练的开始。黄明雪正计划作为体育特长生参加中考。自参观水电站之后，黄明雪一次次发现校园里的新变化。对，小碎步动起来，这边上。这是来自三峡集团帮助改善教学条件的捐助。这份持续的温暖，再一次化作了追逐梦想的力量。认真的学习，刻苦的训练，更认真的学习，更刻苦的训练。书本上一道道习题和球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充实。黄明雪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奋进。毕业季很快到来，黄明雪再一次来到向家坝水电站，这个最初点燃梦想的地方。一场足球友谊赛要在建设营地举行。对于黄明雪来说，这更是一场最好的毕业典礼。一个足球运动员。10年树木，100年树人。青少年的梦想就是未来的希望。水电开发始终将扶教育之贫，依靠教育扶贫摆在优先位置。为帮扶移民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三峡集团还先后在金沙江下游库区多个县市中学开设了34个三峡励志班，促进学生成才，助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此外，奖学计划、烛光行动、班班通等多项库区教育帮扶项目，还在不断点燃一盏盏照亮未来的温暖星火，成为库区孩子们成长路上有力的支持与最特殊的陪伴。移民后福，让金沙江畔的蜕变迟而不息，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物质条件。移民原有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都需要随之调整适应。无形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建立。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社会重组的过程。
但人们总是怀着最美好的愿景，期待明天。为支持白鹤滩水电工程建设，张荣福和老伴儿搬离了原本居住的惠东县大崇镇。期盼着早点搬进新家，张荣福时时关注着安置点的建设施工进度。问题活动，逐步的后期它也有这个相关的。原来我是理解法的，这个老年人们、这个农村人们、劳动惯少的人们，一天做起闲不做，做是事实，确实是事实。去的次数多了，张荣福总觉得还缺点什么。高楼住宅虽好，到底不如原来的街坊邻里亲热，这让他萌生了重新组建老年文艺队的想法。按照我的家就在这个金沙江的中间。因为爱好音乐，1996年，张荣福就带头组建了一支老年文艺队。每天傍晚，在老街上的坝子里演奏一会儿，是老街街坊们最好的娱乐。文艺队对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老师，等下嘛，请你帮我打2张扩单嘛。张荣福筹划着，在安置点打造一个新的老年文艺队。我先教你一下的，看到没有？爱好者都可以参加，零基础也没关系。新的生活带来新的邻居、新的朋友，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演奏，日子也能多很多乐趣。安置点的新房快要建成了，张荣福又忙活起来。他联络了几个老队员，邀请他们来带带新队员。新老队员一起完成一次表演，重拾曾经的快乐，那一定是迎接新生活最好的庆祝。告别过去是一个休止符，也是一个新乐章的开始。在公证人的监督下，由主持人播。2020年底，白鹤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开始陆续组织搬迁。他们按下萦绕在心头的香头，作别昔日的家园，为祖国的建设做出最朴实的奉献。云南昭通巧家县8个移民安置区，700余栋崭新的安置房整齐林立。这是17000多户移民家庭开启全新生活的起点。张万高是一位巧家当地的摄影师，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他相机镜头中的主角。巧家现在每个百姓都很关心白鹤滩电站的建设，
因为北河滩电站建成，对我们乔家的发展向前推进了10年、20年，甚至30年。虽然我不是移民，但是我们都生活在乔家这片土地上，我们都是北河滩电站建设的受益者。巧家县搬迁安置总人数约5万，占整个白鹤滩库区搬迁人口总数的近1半。在新家里拍下一张全家福，是张万高送给移民家庭喜迎乔迁的礼物。我来把头饰戴上啊！好，谢谢。漂漂亮亮的照，漂亮不漂亮？漂亮。身子不要靠在背上哦，面带微笑，看过头顶。1、2、3。与这些移民家庭的相识，早在搬迁正式启动前。一处处老宅，承载着一个个家庭几代人的回忆。这脚，哎，对，后那个挺胸抬头。张万高曾为他们在老宅前拍下全家福，将那些过往的回忆浓缩在照片定格的瞬间。老人家看到很。我是一个摄影人，生活在乔家这片土地上，正赶上乔家迁在南方的发展时期。有发展就有改变，有改变，作为我们摄影人就应该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1、2、3个，你们要高兴的时候要笑感，有笑起来。哦，2、3，起子。对，过10年、20年、30年，展示给后辈子孙看，他们的前辈曾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和他们现在有什么不同。照片是最简单的、最直观。当悬崖易道成为记忆中的过去，邱云顺也和村民们一同搬进了镇里的集中安置点。曾经日夜期盼的梦想，一步步悄然实现。而记忆中的故人再度来访，是邱云顺从未想过的惊喜。邱大哥，终于来了，今天。那一箱啊。哦，兄弟，94年，一个期盼了20余年的梦想，支撑了一个坚守20余年的承诺。前后200多封信件，让邱云顺和千里之外的工程师们达成了一次特殊而漫长的合作。这么多年，虽然没有再见过面，但是通过时间的积累，慢慢通过这个书信往来，我们其实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这个也是白鹤滩工程给我们带来一个人生共同的一种回忆和情感。时隔28载，岁月已改变了容颜。
山川也发生了巨变，但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以及绵延在追梦路上真切的情谊。2021年4月初，白鹤滩水电站完成移民安置验收，为安全如期蓄水发电提供了有力保障。3个月后，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自2011年启动实务指标调查，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工作整整走过了10载春秋。追过山，追过水，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险，搬出千家万户，造福千秋万代。6000精神是所有移民工作者共同的信条。人的一生很短暂，但是能够做成1件或2件的实事或大事儿，是我一辈子的幸福。我们60、70年代出生的人呢，有一股做事业的韧劲或憨劲。既然选择了水电事业，我们就抱定此生伴随江河行走的决心或意志，风雨兼程，无怨无悔。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有建设者们与库区移民凝心聚力，共同铸就了承载他们梦想的水电站。泱泱大国之崛起并非朝夕，而家国情怀已在千百年历史的沉淀中，成为中华民族最淳朴的气质，最强大的力量。10年间，移民工作者担起了国家的期盼与10万移民的信任。10年后，江河安澜，广厦万千的向往，正在这片热土上拔节生长。